第21课，黑洞与神的隐秘性。你可能听过这个故事，有位无神论者对一位基督徒朋友说，我从来没看过上帝，所以我不相信有他。基督徒反问，你看过你的大脑吗？你没看过，怎么知道你有？朋友笑了笑，不一样吧，大脑可以扫描啊。那你扫描过你的爱吗？话题戛然而止。在这个一切讲究证据、强调可观察、可验证的时代，看不见似乎成了不可信的同义词。然而，黑洞，宇宙中最看不见、最不可知的存在，却是科学界最迷恋的天体之一。黑洞正是那个你明明看不到，却不能忽略的存在。那么，看不见的神会不会也是这样？什么都吸进去的黑洞，怎么还能被发现？1970年代，霍金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理论：黑洞不是完全黑的，在极端条件下，它会释放微弱的辐射，被称为霍金辐射，最终甚至会蒸发消失。但你知道吗？科学家从来没有直接看到黑洞，我们是根据它对周围物质的影响推论它的存在。黑洞会扭曲光线，让星体的轨道产生异常，会发出重力波，会吞噬周遭一切。它不说话，但它留下了明确的痕迹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圣经中所说的那位神，人不能见他的面，但天地述说他的荣耀？参诗篇19篇。2019年4月10日，一张模糊但震撼人心的照片在全球疯传。人类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问世了。说是照片，其实也不完全正确。它是由世界望远镜串联全球数十座望远镜，经过无数运算与数据重建所呈现出来的黑洞的剪影。它本身无光，但周围被拉扯的物质发出的光线形成了环状光晕。正因为它吞噬一切光线，我们才能间接地看见它的存在。这张影像仿佛就是神学的一个注脚。神或许没有直接现身，但它的存在早已改变了一切。为什么黑洞像神？因为它越神秘，越想让人靠近。你或许会觉得奇怪，明知道黑洞什么都吞，为什么还有人一窝蜂想研究它？因为它像极了人对永恒的渴望与恐惧。黑洞是宇宙中边界的象征，它存在于我们理解的极限之外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到这里都开始打结，而人对神的认识也往往止步于这样的边界。我们能感受到神的存在，但无法用物理方式验证它。这不禁让人思考，是不是神有意隐藏自己，不是因为它不存在，而是为了让人选择是否要寻找它。就像黑洞不会主动发出声音，但它就在那里。神不会强迫现身，但它也没有离开我们的世界。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神不直接显现，让所有人都相信他？这个问题像黑洞一样困扰人心。但仔细想想，如果神每天都在你面前行神迹、变魔术、发光，你会爱他还是怕他？如果没有距离，爱还成立吗？神的隐藏正是一种让人自由选择的空间。就像诗篇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？诗篇10篇1节。黑洞的隐藏不是它不存在，而是它太强大、太深邃，超越我们的理解。神的隐藏也不是出于缺席，而是出于爱与尊重。从黑洞的物理现象看见神学线索，
黑洞有3个核心特征，也恰好对应到神的属性。一、事件世界，界限之外你无法回头。这像是神的圣洁与绝对性，我们无法靠自己穿越进神的领域，除非他来到我们当中，而这就是耶稣来到世界的意义。他突破了事件世界，把永恒拉进真空，把神的不可见变成可亲近。2、起点，密度无限的中心。黑洞中心的起点是一切定律失效的地方，就像神的本体超越我们的逻辑与公式，我们只能靠启示去理解，而非实验室。3、引力强大到连光都逃不出，神的吸引力何尝不也是如此？很多人走遍世界，追求知识、成功、感情，最后才发现心里那个黑洞只有神能填满。心理学家说，人心中都有一个黑洞般的空洞，那是一种无论成就多高，拥有多少，依然无法填补的虚空。这正是人被造来寻求神的证据。在你的人生中，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你拥有了一切，却感觉更空虚。你看到别人幸福，却心里说不出为什么不快乐。你以为你只是少了成功、爱情、金钱，其实你是少了那位创造你，也隐藏着等待你寻找的神。结语，不是不存在，而是值得你寻找。黑洞的存在提醒我们，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。神的隐藏性不是缺席，而是邀请。他邀请你进入探索，不是以公式计算，而是以心去寻找。圣经说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耶利米书29章13节，这句话可能比任何望远镜都更具穿透力。或许你此刻还在迷雾中，像站在宇宙边缘一样困惑，但若你愿意一步一步地靠近这位似隐似现的神，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都在，只是等你主动回应。